妈，回来了啊！给您的。哎呀，你看你干嘛呀？进自己家还拿什么东西呀？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儿子回来了啊！哦，思强回来了。哎呀，真好！哎，好孩子，好，哎，赶紧洗手，一会儿吃饭啊。等会儿吧，爸妈，你们坐，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医院出事儿了？哎，没有啊。那是蕾蕾。哦，孩子是不是有事？蕾蕾和孩子都没有问题，你们放心吧。爸妈，我这次回来呢是，我想跟蕾蕾复婚，想听听您二老的意见。哎呦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孩子们自己有主见，净瞎操心。那个好事什么时候办？抓紧时间赶紧办吧啊！哎，好嘞，您放心吧。哎，我就纳闷啊，留着副主任不当，非得跑到我们外科来当实习医生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一天留在妇产科，董思贤就一天不得安生。我看啊，我还是别在他眼前晃了。你就那么原谅他？你小子肚量够大。其实，马月也挺可怜的。如果换个角度上想一想，他这也是被生活所迫。生活本来就像一团麻。哎，你这么一走，这妇产科不缺人手了吗？不会的，妇产科人才济济，只不过呀，我这身在曹营，心在汉。大不了他们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再回去呗。你呀，身在曹营，赶紧给我回汉啊！说实话，是不是还想留在妇产科？原来我以为作为一名妇产科男医生，不被人尊重。谈恋爱、见女朋友家长的时候，不能说自己是妇产科的。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发现，其实患者和家长对待医生的尊重和信任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更何况我又是妇产科领域的，我觉着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职业了。阿姨，叔叔，我憋了好久了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向二老提亲的，希望你们把小小许配给我。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！这好事儿啊！这婚姻大事儿，你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来了？那个，本来我爸也要来的，后来，我给堵家门口了。我寻思先征求二老的意见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对小小真心的，你们千万别反对。哎呀，反对，我们哪会反对啊？同意，结婚呢，这是大好的事儿啊。那个，坐下，你坐下，有话咱们慢慢说。就知道爸妈不会反对。那你同意了？同意了，这样呀。那我敬二老一杯。好。慢点喝，慢点喝。坐下。哎呦！呦，看这孩子乐的，你这不是？那个，那这婚礼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呀？我们哎，这蕾蕾跟思前不是要复婚吗？让他们跟蕾蕾一块儿办多好啊！啊，热闹啊！好啊。你一辈子就结一次婚，哪能跟别人合在一块儿办的呀？又不是别人，是跟我姐。那也不行。那我们老钱家3个孩子就办了2次婚礼，那哪成啊？什么3个孩子2个婚礼？嗨，你妈那意思是啊，你姐姐跟你姐夫啊结了1次婚，只收了1次彩礼，
啊，现在呢又跟你们大伙儿再结一次婚，那不是仨孩子办2次婚礼吗？少收了一回份子钱钱。哎呦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说你爸把我给说的，哎，我是那种掉到钱眼里就知道钱的人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磊磊他们结婚呢，办得热热闹闹的，隆隆重重的，多好呢。然后小小他们这呢，也单独办一次，这钱呢，爸爸妈妈出，真的，我们就是为了好好祝福你们，人生就这么一次嘛。阿姨，其实跟谁搭伴结婚不重要，最关键的是我身边这个人是谁。我觉着，只要是小小，跟谁都一样。而且，这人多了热闹，这代表我们以后的结婚的日子一定会过得红红火火的。好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怎么样？同意吧？行，只要你们都愿意，我没意见。来庆祝一下。来，哎呀，我说，来，来了，谢谢妈，谢谢妈。啊，怎么？叫早吧。哎，早晚都一样，来吧，来，还是喝酒了。哎呀，来吃菜吃菜。李阳，那个，哎，左医生，哎，唐丽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左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唐丽她，哎呀，你们认识啊？我之前病患唐丽。左医生，你看我们倒霉吗？糟心的事儿让我们全遇上了。怎么了？你这个复查了吗？确诊没有？复查过了，确诊是乳腺癌。你看，我老婆怀孕到这个时候，化疗肯定不行，也不能做手术，肯定会影响胎儿的。我们就听说赵医生是这个医院里最年轻有为的医生，请您无论如何得帮帮我们。是这样啊，孩子还没有生产，如果做化疗的话，肯定会影响到胎儿。如果你先生产再做化疗，身体肯定熬不住。左医生，赵医生，你们想办法再帮我一次。左医生，赵医生，你们俩妙手仁心，救救唐丽，救救我们这俩孩子吧。你们别太担心，这样吧，先留院观察，我们想想办法啊。唐丽，别哭，之前那么多事儿都过来了啊。就算遇到难处，总该积极面对吧。先回去休息吧，然后呢，把身体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，我们再想办法，好吗？加油！赵医生，谢谢你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谢谢。我就拜托你们了。看看啊，你到外科的第一个病例又是生孩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前剖腹产把孩子生下来，断绝母乳喂养，这样对孩子不会造成影响，让病人好好休息，进行药物治疗。你要是采取保守治疗的话，万一癌细胞扩散，那就麻烦了。那怎么办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不能再拖了。你一个人能做吗？找钱消消吧。进。左右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事情肯定是有的，不然我来找你干嘛？哎，走，咱们的老病人回来了。老病人，唐丽，唐丽，是那个 TTTS 的唐丽。没错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
别有压力。我现在人在外科。唐丽呢，得了乳腺癌，需要马上进行化疗。可是化疗又会影响到胎儿，胎儿现在已经足月了，如果不进行剖宫产的话，会非常危险。这个手术不大，但是患者要尽快的康复，才能够承受化疗，而且还是双胞胎，难度加大。所以啊，我来找你，咱们两个珠联璧合，争取把手术切口做到最小，让唐丽以最短的时间康复。况且唐丽之前的手术是你来做的，你对她的情况非常了解。目前这个方案是最有效的。既然你也认可了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走吧，主任大人。哎，左右。这台手术，如果我们两个联手来做的话，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因为钱的事情而心存芥蒂。我这人心眼小，容不下那么多仇恨。这台手术我一个人做不了，需要你的配合，真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跟我去看看情况，如果可以，明天安排手术。唐丽已经确诊了患有乳腺癌，必须尽快的进行治疗，否则癌细胞扩散会对患者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。患者呢怀有双胞胎，如果正常顺产，对于患癌的产妇来说是非常大的风险。我们目前相对安全的方案就是剖宫产，小切口手术，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对患者的身体尽量减少伤害，以便他尽快的康复，接受下一步的癌症治疗。大家有什么看法吗？我反对。唐丽的情况特殊，之前 TTTS 这种手术虽然成功了，但是这次手术谁也没办法保证。我觉得顺产应该是最好的方案。现在胎儿已经足月，顺产是对产妇最好的保护。产后之后再进行癌症治疗，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我们知道乳腺癌是可以治愈的，但是治愈的时机更为重要。多耽误一天，我们的结果都无法预料，因为癌细胞的扩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。剖腹产，先不说手术之后恢复会如何，单单是手术之中会发生的意外，谁也没有办法预料。所以啊，这个手术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，它就是一个好的方案，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方案。如果没有之前的手术，我完全同意这个方案。可是现在，你又能把握100%吗？钱医生，任何一台手术都是有风险的。唐丽的案子你比我更清楚，难道我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吗？其实呢，小切口剖腹产是我和董思贤一起想出来的。我们觉得这是目前不管对胎儿还是对产妇都是最佳的积极治疗方案。那么之前唐丽的手术，我们已经从观念上和从技术上都已经突破了难关。其实这台手术没有那么难，没有必要这么保守。正因为唐丽的这个手术呢非常特殊，所以我们要群策群力，尽量的详细的制定手术当中的每一个环节，预防出现每一种意外的情况，做好全面的准备。可以。我有一个要求，我想参加这台手术。
怎么样？三人联手，天下无敌。哎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呀？是不是？算了吧，啊，小乔，毕竟是你姐夫，啊。小小，哎，叫你呢。我知道，因为马月的事情，让你和左右受了很多的委屈。其实我一直想找你，但是没想到拖到今天。请你接受我这迟来的道歉。你知道吗？自从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后，我一直在等你这句话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把你当亲哥哥看。你不仅仅是我生活中，也是我整个人生、整个事业的榜样。我真的不忍心看到你因为主任这个位子而改变你自己的模样。我承认，我没有定好位置，有了一些不该有的妄想。可是伤害你，那不是我的本意。对不起。妇产科医生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圣的职业，你没有伤害我，你伤害的是我们从小到大的理想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短时间内你可能不能接受，但是请你相信，我一定会用时间和行动来证明，我还是我还是你心目中的董思贤。嘿。找你们俩来，是需要尽快的确认妇产科的主任人选。在你们俩当中，我很难取舍，所以干脆让你们俩一起来，我们开诚布公的谈一谈。院长，您找我来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是外科的人，跟主任一毛钱关系没有。谁说你是外科的了？院长，我觉得左右非常适合主任这个职位。他年轻有为，技术娴熟，勇于创新，恪守医德。我觉得主任非他莫属。院长，我年轻，容易冲动，而且做事不够稳重。董医生比我有经验，懂管理，考虑问题全面，他最适合当主任了。哎，左右，院长，左右的成长过程呢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而且我还犯过错误，我不适合担当任何职务。左右的技术是最优秀的，我想这个提议会得到同仁最大的支持的。你跟我较什么劲啊？都不想承担责任是不是？那好，由我来决定。我决定是谁，谁都不许推脱。院长，求求您给我条活路啊！您不用再考虑了，只有董思贤了啊！哎，左右，左右！哎呀，我来叫他。左右，你干嘛这样？主任，你为什么要让给我呢？我不需要这种胜之不武的胜利。别废话，我扛不住。马月的事你考虑的还算周全，搁我肯定不会。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？是时间。我想回家陪钱雷。您让院长决定吧。院长，你看，不要觉得是他让给你，让给我。院长，你的意思是？虽然过去有些事情对你不利，但也没有必要总是背着包袱。从各方面来讲，主任这个职务还是适合你的。
院长，你看我，大家都会向前看。可是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家陪着钱雷，我欠他的太多了。你可以先休息几天，正好也调整一下。休息好了，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。哎，蕾蕾，女装不是在这边吗？我们今天的任务又不是女装，啊？你只管跟着我，交钱就行了。哎，这家不错啊。嗯，好热。好，来。蕾蕾，以前呢，我一直忙着工作，很少陪你，觉得大错特错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哎，我现在突然觉得你和工作一样重要。明明是我最重要，好吗？啊？什么你最重要？现在是你和宝宝都重要啊！好吧，那我们就赶紧给宝宝挑东西吧。好啊好啊。哎呀，这么多东西，咱们买什么呀？服务员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两位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？麻烦你，我们宝宝要出生了，请问我们要买些什么东西啊？是这样的，新生儿的话，像这样的奶嘴啊，还有一些洗漱用品、消毒用品都是非常必要的，还有一些婴儿新生的那些衣服啊什么，在这边，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，还有这些衣服啊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比我好看多了。你说我的婚纱呀？要不这一套让给你穿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今天的你特别美。潘姐，要不要帮忙？不用，好了。当当当当！太小了，这个太小了。还不小。潘姐，我觉得你要是穿婚纱，应该比伴娘服好看。对，哎呀，都是你们，让我也做什么姐妹团的成员，真是的。哎呀，你何必让人家穿那么小的礼服啊？确实，潘姐，我给你找大一号的，要不？哎，这已经是最大码的了。都是，还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看，这礼服太小了，小的呀，我都要吐了。潘姐，我看你最近的状态，应该是怀孕了。什么情况呀，潘姐？你这是珠胎暗结呢？哎，张强呢？怎么没看见他？哎呀，别闹！哎呀，宾客都在外头呢。嘘，小点声，宾客们都在外头呢。嘘。哎，我看，要不然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，你们俩把婚给定了吧。好呀！快去给他看。来，不合适，合适吧？合适点，好多件婚纱呢，都特别好看。不合适。哎呦妈呀！哎，对呀，白色的，白色那个，白哪个白的？这件，这件是这件吗？这件好看。哎，我来拿。拿下来。这件拿看。哎，是这件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合适，是吗？那我试试啊，就试试啊。慢点啊。背熟了没有？我一会儿还当司仪呢。别吵，我正看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上台不许糟践我，听见没有？不许让我讲话。哎，搞他。
唱歌，我从来没听过他唱歌。明白。我来了怎么不说话了呀？你们嘀咕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姐夫，就是夸你这个这身礼服特别帅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再婚的感觉如何呀？看你非常的悠闲、镇定自若嘛。你的意思是你很紧张哦？别告诉我你要逃婚，我可把前后门都关上。你上下门关上我都不怕。看着兄弟你走进婚姻的坟墓，我真的是爱莫能助啊！还说什么呢？什么婚姻的坟墓？你以为我们都像你似的，拖着不结婚，死无葬身之地？我跟你说，一鸣，你呀，赶紧的把这事办了吧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没看着孙岩啊？出差我能让他来吗？你说他跟你老婆见面，咱俩谁死更惨？有事没事？哎，一鸣，我跟你说，想事业有成，先成家，成家才能立业。这男人嘛，有了家庭打底，爱情的滋润，事业才会有斗志。听见了吗，一鸣啊？听见了吗？看晚上这过来人呢，就是不一样，成熟。你怎么老说我是过来人？你是觉得我老了是吗？你是老过来人。Hello， 嗨，新婚快乐，两位新郎。谢谢。哎呀，你说这个生活真的是戏剧性啊！站在你面前的3位男人，本来跟你都有过关系，但是今天什么关系都没了。哎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？闭嘴！那是因为我的真命天子还没有降临呢。哎呦喂，这谁呀？小小，你今天太美了。谢谢，你也很漂亮。老婆，太美了。张强呢？啊？谁？张强？张强。张强？张强！哎，来，不是，老婆，今儿我是新郎官。张强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潘姐怀孕了。什么？一看他就真不知道。张强，孩子名起好了吗？哦，没起，赶紧起啊！起好了，告诉我。恭喜恭喜！我会负责的。当然，你必须得负责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就给你一个担当负责任的好机会。你愿意吗？张强，潘姐可是我大姐，潘姐可是我同事，潘姐可是我下属。你是愿意呢，还是愿意啊？还是愿意呢？我愿意。得，又加一对儿。怎么啦？傻啦？哎呀，你太美了，美得让我没有言语来表达。我哪里美了？你看我这么大的肚子。老婆，我跟你说，你别介意，现在你是最美的，你是一种母性的美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
人家方圆现在可是我的干妹妹了，她以后的终身大事，我们可得好好张罗张罗。没问题啊，到时候你的眼界可别太高就行。哥，嫂子，今天可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就别拿我开心了。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是左右先生和钱小小女士的结婚仪式，也是董思贤先生和钱雷女士的复婚仪式。那么还是张强先生和潘爱莲女士的订婚仪式。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出席，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。他们几位可以说是日夜辛苦忙碌在医疗事业的第一线，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忙里偷闲，结个婚，恋个爱，生个孩子。他们把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投入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，为更多人的幸福淡忘了自己的幸福。那么今天，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掌声和祝福，为他们自己的幸福增添荣耀的光彩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3对新人的入场。左右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我们先来听一听左右和钱小小的恋爱过程。小小，你说吧。我跟左右能够在一起，还要感谢赵一鸣先生。这个故事说起来话很长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听啊。我们再来听一听第2对，算新人吧，他们的故事。我以前的时光呢，过于偏重于工作，把追求事业的目标当成我人生的理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一个成功的男人，应该家庭也是幸福的。我现在就是特别的幸福，因为我2次娶的都是同一个我所深爱的女人。
第3对我们的订婚的新人，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对爱情的誓言。那我来说啊，张强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。非常的豪爽啊！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第2对复婚的新人拿出他们的结婚证。呀，我光忙于交接工作，忘了带了。啊！哎呀，那没带结婚证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想着点呢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这……妈，别着急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结婚证在这里呢。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这个结婚证呢，证明了我们2个的爱情恢复，但是不能证明我们爱情的长久。它存在于1天，就证明我们2个的爱情曾经中断过。现在它已经不重要，因为我们俩永远不会再分开。下面我们就要有请左右的父亲，也就是左盛德先生为新人祝词。左盛德先生也是钱小小和董思贤的授业恩师，有请。好。哎呀，今天很高兴啊！我的儿子左右终于长大成人了啊！今天应该说是成家立业了。我想说的呢，就是希望台上3对新人，从今天开始要对自己的家庭有一份责任，有一份担当，对今后的工作，尤其是妇产科的事业，要一如既往，要让每一位小宝宝在你们手中安全、健康、优质的接生。下面这个时刻很重要，那就是我们的新郎和新娘要交换他们的婚戒。蕾蕾，这是。啊！有什么？对不起各位，你们吃好喝好，我们的新娘马上就要生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医院迎接新生命。